怎么样？这一战，我青火界一方虽然胜了，但损失却依旧非常巨大。先是界尊这一层次上，我青火界一方界尊强者并不多，大多是由一些规模庞大的战阵所取代，加上一些保命底牌都很不错，所以在刚刚那一战上，我青火界一方陨落了一位界尊，被重伤了一位界尊。除此之外，其他的界尊们大多没什么损失。一死一伤。在天尊层次上，刚刚那一战，我青火界陨落的天尊一共有136位。这么多。道尊层次呢？道尊损失得很惨重。我刚刚统计了一下，这一战当中，我青火界一方光是陨落的道尊便过35000人，还有1万名道尊在一战中遭受重创。即便有我青火宫众多资源丹药的辅助，短时间内怕也再难形成战力。也就是说，这一战之后，我青火界的道尊战力一下子便锐减了4万，接近1/4了。什么？怎么会呢？道尊怎么会陨落这么多呢？道尊虽然可以通过战阵形成不俗的战力，可一旦战阵被击溃，这些四散开来的道尊在战场之上几乎很难有活命的机会。就算是想要逃入战争堡垒当中，怕都是很难做到，陨落的几率自然大得多。可以说，道尊在这一战场上就相当于是炮灰。但没办法，这场决战关乎我青火界的生死存亡，想要度过这次危机，就需要他们这些道尊形成战力，一切都是为了青火界。这一战，我青火界一方陨落的强者，特别是道尊这一层次的非常之多，但他们的陨落却是值得的。我刚刚不仅统计了自己一方陨落的强者数量，那金国一方也有个大概的统计。金国在这一战中派下了足足50多名界尊，过1500名天尊出战，但最后逃回去的界尊剩下不到20位，天尊不到500位。也就是说，这一战我青火界一方灭杀了他们30多位界尊，过1000多名天尊。金国整体实力虽然强横，但这样的损失想来也足够那位金国国主心疼的了。不管怎么说，这一战我青火界还是胜了，但既然是战争，就必须要有牺牲。我青火界一方陨落的那些强者也是没办法的事。走吧，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旭日、红莲，你们2位去将那些道尊们重新整理一下，重新安排战阵。这次金国吃了大亏，他们肯定不会就此罢休。第2次交锋，估计用不了多久便会到来了。在这之前，一定要确保我青火界每一个人都能够爆出全部战力来。是。红雪，你之前跟本座说过，青火界的界尊就算加上剑无双，也仅仅只有6位，至于天尊更是绝不超过200位。可刚刚那一战，突然冒出来的那些界尊和天尊，怎么回事啊？国主大人，那青火界之前的的确确只有6位界尊，天尊也绝不会超过200位。至于今日冒出来的强者，是丹心宫，对，绝对是丹心宫造成的。丹心宫？不久前，这片巨型战场上有一座丹心宫出事，引起我金国跟青火宫强者疯狂争夺。那丹心宫是一座储藏丹药的宝库，里面蕴含着大量丹药。当初争夺时，
那丹心宫麒麟便随意抛出了数百枚神魂丹，连涅槃丹也抛出了6枚。但他随手抛出的丹药，对整个丹心宫自然是9牛1毛。现在清火界出了这么多强者，肯定是因为有人认主了丹心宫，从丹心宫内获得了大量丹药，这才让整个清火界的高层战力大增的。是这样。哼，连储藏丹药的宝库都有，这片战场当真是匪夷所思啊！若是我金国能够将这片战场彻底占据，那今后……好了，今日之战虽说损失不小，但罪责却不全在你身上。下去吧。多谢国主大人。龙须，国主，难得看到你这般模样啊。是属下大意了，没想到那剑无双之前一直隐忍着实力，他忽然爆发，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才被他如此轻易的击败。若是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也不是那剑无双的对手，顶多不会败得这般凄惨罢了。你的伤势极重，能够捡回一条命来已经很不错了。你下去好好休息吧，恢复实力。接下来的事情无需你出面了。是。九溪，不知金风大人有何吩咐？那清火界的实力出乎本座的意料，且有那战争堡垒的存在，纵然是本座亲自出手，恐怕也没法将那清火界彻底灭掉。看来本座想不付出一点代价就将这片战场占据是不可能了。金风大人的意思是打算用那个了？对，就按照你之前与本座约定好的，事成之后，本座会再多给你1成报酬。1成？不，我要之前约定的3倍报酬。九溪，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当然知道。金风大人，之前我接受你邀请来到这片战场时，并不清楚这片战场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可真正到了这片战场之后，虽说对这战场具体价值还是不了解，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的，这是一处大宝藏，一处足以令我所在宗门都为之疯狂的大宝藏。如此大的一处宝藏，都将归金风大人你所有，你得到的好处大了去了。而我仅仅只要约定的3倍报酬，其价值怕是不足这片宝藏的1星半点，已经很不错了。你敢跟本座坐地起价？九溪啊，你就不怕事成之后本座杀了你？金风大人可以尽管试试看。现在这片战场虽然除了你金国之外只有我一人知道，可我若是有个3长2短，我可以担保我所在的宗门会第一时间得知这片战场的消息，也会第一时间派遣强者赶过来，且还是我的那位天才师兄亲自带领。金风大人，你不是对我那位天才师兄很好奇的吗？等他一到，你不就知道他跟那剑无双到底谁更妖孽了？威胁本座？不是威胁，只是买卖交易而已。同样的，只要金风大人你愿意给我足够的报酬，我可以担保除了我之外不会有第2个人知道这片战场的存在。甚至我可以立下本命誓言，到时候这片战场可就完全归金国所有了。本座可以答应你的条件，而且不止给你3倍的报酬，本座可以给你10倍，但是前提是我金国在得到这片战场当中的众多机缘宝物
直到我金国大军离开这片战场之前，你都得跟在本座身边，不得离开半步。看来金风大人是对我不放心啊。好，我答应。既然如此，那你现在便去动手布置吧。在布置过程当中，本座会替你护法，确保没人可以影响到你。国主大人放心，只要那东西一成，金国不用再损失一位强者，轻而易举便可以让那清火界彻底消失。大师兄、三师兄，小师弟，怎么就只有你们二位呢？二师兄呢？二师弟他陨落了吗？二师兄，我三人在来的时候，师尊便传讯叮嘱过我们，要我们一切小心，在杀敌同时，尽可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我三人也一直谨记在心。可没想到，仅仅第一战，二师弟便陨落了。连二师兄都陨落了，我的实力不如二师兄，这场决战之后，怕是没法活到最后了。大师兄、小师弟，你们两个实力强，可一定要活下来呀！三师弟，别说这样的傻话。地请前辈。无双公主，你快看！啊！剑无双，那是什么？不灭轮回，竟然是不灭轮回大阵！不灭轮回大阵！国王，这不灭轮回大阵是什么呀？是很厉害的大阵吗？厉害！何止厉害！剑无双，我提醒你，最好现在便立即出手，趁那黑白漩涡还未真正扩张开来之前，将它给毁了。最好将那女的也给灭杀了，不然你清火界就等着消失吧。啊？真有这么严重？哼，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严重的多。剑无双，赶紧动手，要是迟了就来不及了。好，诸位，这黑白漩涡非同小可，我现在打算趁着黑白漩涡还未真正扩张开始，直接出手将其毁去。可以。我也隐隐察觉得出，这黑白漩涡非同一般。剑无双，你出手吧，但切记，千万要小心，一旦察觉到不对劲，立即逃回战争堡垒内。好。金风大人，放心，本座就在你附近，绝不会让人伤到你的。那就好。到来的这位似乎就是那剑无双啊。哼，那正好，顺带将这小子一并解决了吧。有点不对劲儿。那女人应当是看到我出来了，可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连经过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动静。剑无双，小心陷阱！我明白。啊！果然有强者在暗中，而且隐匿的手段如此高明，寻常戒尊绝对不可能做到，而且寻常的戒尊也必然没胆量来算计我。那隐藏那片虚空当中的，莫非是金国国主？很有可能是金国国主。剑无双，赶紧退回战争堡垒内，再从长计议。我知道。竟然察觉到了，哼，察觉到又如何？你一样得死！死！啊！我。让他逃掉了，能够察觉本座的存在，而且正面接下本座一击，还能保持不死。哼，
这剑无双能耐倒真是不低呀。剑无双，无双公主，还好，我及时察觉到不对劲儿，立即选择逃窜。若是稍微晚上一些，我这第一本尊必然保不住了。陷阱，果然是陷阱！堂堂金国国主，之前在那场大战当中都不曾出手，现在却隐藏在暗中，出手偷袭无双公主，这手段可真不光彩。云公主，在我清火界内，论阵法上的造诣，应当没人能够与你相比。你可曾看出那黑白漩涡到底是什么吗？那黑白漩涡是由2种极端力量组成，且这2种奇特力量相辅相成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循环状态，在不断吞噬绞杀周围虚空。这等场景的确是阵法，且跟老夫曾经在一门古籍中看到的不灭轮回大阵非常相似。对，他黑白漩涡的确是不灭轮回大阵。如果真是不灭轮回大阵，那我清火界的麻烦就大了。我看到的那本古籍是我清火宫强者在这片巨型战场上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且内记录了不少特殊且强大大阵，但大多数处于残缺状态。而对这不灭轮回大阵的介绍也是残缺的，但只有一点，这大阵十分恐怖。别看现在这黑白漩涡很普通，感觉随便一位道尊都可以湮灭它，可只要给这黑白漩涡充足的时间，不用太多，只需1个时辰，这黑白漩涡的体积便会颇为巨大，且整个大阵也会彻底稳定下来。1个时辰？剑无双，这云公主说的没有错，那不灭轮回大阵只需运转1个时辰便会稳定下来。我之前之所以让你立即出手，就是想趁那大阵还未稳定将其毁掉。可现在，云公主，那不灭轮回大阵到底有什么能力？难不成就一直这样循环的扩张下去了？对，就是扩张。虽然那黑白漩涡现在扩张范围不大，无法给我清火界带来什么损失，但随着时间一久，这大阵范围会越来越大，那绞杀吞噬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只要没人阻止，它可以永无止境的肆意扩张。用不了多久，顶多数年功夫，它就会扩张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而到时候黑白漩涡拥有的绞杀力量，甚至可以将我们所在的战争堡垒直接搅成齑粉吞噬。而清火界的抵抗能力还不如这战争堡垒，肯定也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岂不是说，只要那黑白漩涡演变个几年时间，金国哪怕无需动用1兵1卒，就可以将我清火界彻底抹去？确实是这样。不能，绝对不能给那黑白漩涡继续扩张演变的机会，必须趁它还未扩张到吞噬我清火界之前毁掉它。对，必须毁掉它。这黑白漩涡若是不毁去，那将是我清火界的噩梦。云公主，你既然对那不灭轮回大阵有所了解，那可曾知道如何破解这大阵？老夫之前说了，那古籍只是残缺的。我虽知道不灭轮回大阵的一些情形，却不知如何破解。国王，你可知道破解之法？我当初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那么久，虽然有不足的眼界，可对阵法我却并没有什么钻研。这不灭轮回大阵我当初也见到过，且那大阵当中的黑白漩涡还已经扩张到极高地步，起码扩张了数千年。而当初破解那大阵的乃是一位最顶尖的强者，他直接出手，依靠蛮力就将那大阵给镇压了。直接靠蛮力镇压？剑无双，这种办法你就别想了。当初出手镇压那不灭轮回大阵的，可是跟星辰一脉创始者平起平坐的一样的等级存在。而在你们这清火界内，想要找出可以依靠蛮力镇压这大阵的，
根本就不可能。那怎么办？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黑白漩涡继续扩张演变下去了，到最后将我清火界彻底绞杀吞噬掉？要不我们拼一把，我们所有公主杀出去，想办法将施展出大阵的那名女子给斩杀了。没用的，不灭轮回大阵一旦成型，就算将施展大阵的人杀死，大阵依旧会继续循环扩张下去，永不停歇。难道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是我阵法上的造诣太过粗浅了，若是有在阵法一道上比我造诣更高的大师出手，或许还有机会。阵法造诣比你更高的？哼，你便是我清火界第一阵法大师了，你都找不出破解之法，我清火界还有谁能找得出？阵法造诣比云公主更高的，或许我知道一人。旭日，你知道有人在阵法造诣上比云公主还要高？清火界内还有人在阵法一道上比我更高？我的确知道一人，他在阵法一道上的造诣是否超过云公主，我并不知道。可他在阵法上的造诣，的确深不可测。云公主，你还记得3万年前诛心殿内那重禁制吗？诛心殿，我当然知道。那诛心殿是一处机缘之地，3万年前被我清火宫占据，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宝物资源。而那诛心殿的禁制确实很高深。当时你发现那诛心殿的存在后，便是请我去亲自破解那禁制的。那禁制我足足钻研了数百年，也仅仅摸索出了一些途径，估摸着还得经过上千年研究，才有把握把禁制破去。可那个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破解这禁制的方法，只用了片刻功夫就将那禁制给破去了。对，当初的确是我得知了这破解禁制的方法，不过这方法却是我碰到一名神秘人物，是他告诉我的。这神秘人物很古怪，的确很古怪，他给我的感觉很独特。我能够遇到他也是颇为巧合。当时他似乎正在钻研禁制阵法，我看出他对阵法上的造诣并不低，于是便将那诛心阵的禁制描绘给他，请他帮我破解。结果他仅仅一眼便认出了那禁制的虚实，立即便告知了我破解之法。什么？那诛心殿的禁制他一眼就看破了？怎么可能呢？我清火界内当真有如此了得的阵法大师？我说的是事实，但也有可能是他本身对那禁制无比熟悉，所以才一眼就看破。不过我总感觉这人非同寻常。不管是不是巧合，都得找过来试试。如果他能一眼看破那诛心殿的禁制，说不定真能找出办法破解那不灭轮回大阵。旭日，你说的那位神秘人物现在在哪儿？麻烦的就是我并不知道那人的具体来历，我只知道他身上的气息非常独特，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却让当时已经具备界尊战力的我都看不出虚实来。旭日剑帝，你所说那位神秘人物是不是叫玄一啊？玄一？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那他给了你诛心殿的禁制破解之法后，你是不是欠下他人情，于是便给了一枚令符，蕴含你的3道剑意？对。你怎么知道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诸位，旭日剑帝所说那位神秘人物我认识。你认识？不仅认识，而且那位神秘人物就是我的师尊。你师尊？他是你的师尊？的确是我师尊，而且你给他那枚蕴含3道剑意的令符，他还转赠给了我。我当时实力还很弱小，凭借那3道剑意可躲过了不少危机。太好了，剑无双，你赶紧跟你师尊传去，看他有没有办法
破解这不灭轮回大阵。好，我立即传讯。师尊。二师兄死了。我已经知道了。生死有命，你二师兄生来注定有这一劫，为师也无能为力。你传讯给我，应当不只是将消息告诉我吧？是。弟子遇到了麻烦，想请师尊相助。麻烦？说说看。是这样的。哦，不灭轮回大阵，连这等灭世大阵都弄出来了，那位金国国主手笔倒是不小啊。这大阵一出，你们现在所面临的麻烦可并不小。的确是大麻烦，所以才想请师尊您出面。出面就算了，不过这不灭轮回大阵嘛，倒也不是没有解法。能解决？这不灭轮回大阵无非便是两种极端力量结合，形成永久的循环罢了。但只要可以将那大阵当中的循环打破，或者将循环彻底逆转，这大阵自然就可以破去。光是我知晓的破阵之法便有6种。啊？剑无双，怎么了？我师尊他说，破解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方法就6种。破解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方法的确有6种，不过以清火戒之力能够实现的方法只有唯一的一种。是哪一种啊？徒儿，你现在先按照我所说的，将那不灭轮回大阵的轮廓给绘画出来。好。我给你指明4个位置，你要好好记住。好好记住这4个位置，这4个位置就相当于是整个大阵的躯干。而这4个位置的最中央，便是这大阵的死穴。现在我在传授你们需要4人联手的剑阵。剑阵？不灭轮回大阵一旦成型，便无比稳定。就算是知道这阵法的死穴，那也得需要相当强横的力量，才能够将其毁去。而清火界内不具备这等力量，所以只能靠剑阵去联手。明白了。剑阵已经传授给你们，你们要做的便是让操控剑阵的4个人分别占据那4个位置，然后齐心协力地攻击那死穴，如此大阵可破。另外，你们这剑阵的磨合时间要尽量缩短，也得尽快出手。若是太晚出手，那不灭轮回大阵便会越来越强横，到时凭借着剑阵能否将其破去，为师也不敢保证了。知道了，多谢师尊。不用谢我，这一战凶险异常，你与你剩下的2位师兄只要能够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剑无双，怎么样了？师尊传授了我一门剑阵，要凭借这门剑阵去破除那不灭轮回大阵。剑阵？云公主啊，我们这些人中，就你最擅长阵法，这是我师尊给的剑阵，你钻研一下，是否有可能？我先钻研看看。剑无双，云公主，你这是……我这一拜并非拜你，而是拜你那位师尊，多谢他给我清火界一线生机呀！真的行得通？剑无双那位师尊在阵法一道上早已堪称惊世骇俗，这不灭轮回大阵如此高深莫测，可他竟然听到名字就将这大阵的构造轮廓给描述出来，且指出那大阵的死穴所在。他所传授那门剑阵也异常高深，若我们真能按照他所说的组成剑阵，占据那4个位置，同时攻击那死穴，不灭轮回大阵十有8九可破。太好了，剑无双的这位师尊在阵法一道上太了不起了。既然有了破阵之法，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啊！先别急，这破阵之法的确可行。剑无双师尊那门剑阵却非常高深，对施展剑阵4人也有极大要求。那门剑阵名为4级剑阵，需要的乃是4种极端剑道，就是4种最强剑道。也就是说，操控剑阵的4人必须都开辟出一条最强剑道来，
且实力方面最少具备界尊战力才行。都得开辟出最强剑道，还都得具备界尊战力。开辟出最强剑道的人还得足足4位，我清火界如何找得到？4位开辟出最强剑道的界尊战力强者，我清火界有。我跟旭日剑帝都已经开辟出了最强剑道了，且都已经开辟出了足足2条了，而我拥有第2本尊，同样可以爆发出界尊战力来。我的2大本尊可以分别掌控1条最强剑道，这样就等同于我一个人可以分担的4级剑阵的2个位置，再加上旭日剑帝，便已经有3个人。4级剑阵只要是不同的剑道就可以施展，却不受本尊分身的限制。你的2大本尊的确都可以参与到这剑阵中，掌握其中。这样一来就有3人了，可还差1人。诸位，我父亲也开辟出了1条最强剑道的，可别把他给忘了。你父亲？剑无双，你父亲他可曾突破界尊了？突破了。之前在备战时，我清火宫得到了不少的涅槃丹，这些涅槃丹也为我清火界造就了众多界尊，而剑南天天赋极高，若是有涅槃丹的辅助，突破界尊的几率非常之高。因此那涅槃丹给了他1枚，他也顺利突破到了界尊，只是他还并不曾赶到清火宫来罢了。之前我父亲跟我传讯过，他已经将母亲安置好了，这段时间便会赶来参加这场大战。太好了，剑无双，赶紧让你父亲赶来，与你旭日剑帝一同构建4级剑阵。父亲，母亲已经安顿好了。其实安顿与不安顿都差不多。这一战，若我清火界一方战败，谁都逃不掉，所有人都得死在金国的手中。这一战，我们不会输。对，因为我们输不起。这便是4级剑阵，竟然是一门合击剑阵。的确是合击剑阵，威能异常前后。只要我们发挥得好，凭借着剑阵的合击之力，完全可以爆发出不亚于那位金国国主的力量，轰击在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死穴上，如此大阵可破。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开始尝试吧。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那门剑阵完全掌握才行。抓紧时间。灭！差不多。这剑阵的确深奥，特别是对力量的控制要求太高了。我4人在这虚无宫内待了1年，将这合击之法演练了数十万次，总算找到了力量的持衡点，才将这剑阵真正的发挥出来。虽然我们对这剑阵的掌握依旧还不能称之为完美，10次当中只能有8次将其巅峰威能发挥出来，但这也足够了。时间不等人，我们已经消耗了1年时间，绝不能再继续拖下去。我赞同。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准备一下，明日动手。好。仅1年的时间，便扩大到上千万里范围，体积增大了无数倍，且体积越大，扩张度也越来越大。倘若再给他1年时间，黑白漩涡的范围起码能超过10亿里。10亿里？现在这黑白漩涡的绞杀吞噬能力还不算太强，正常情况下，随便一位界尊都能承受着那绞杀力量，靠近他的核心当中去。而我们所在这艘战争堡垒更是纹丝不动。如果倘若再扩张1年，绞杀吞噬能力起码强上数百倍，到时候界尊一靠近核心，恐怕会瞬间灰飞烟灭。再扩张个10年，我们这艘战争堡垒也抵挡不住，必然会被化为齑粉。不能再继续等了，我们现在便出手，越早动手，得手的把握越大。轮回店主，那战魁可曾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这便是火神魁，而且还是银甲层次的。
国王，你认识这尊战魁？当然认识。火神魁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名气可不小啊。且这火神魁又分为铜甲、银甲、金甲3种品质，其中光是铜甲战魁，论实力便不比那金国国主弱了。银甲层次的火神魁战力绝对比那金国国主还要恐怖得多。不过很可惜，这尊银甲层次的火神魁破损了一些，且你清火界也拿不出充足的火元晶来，自然没法让这火神魁的实力完全挥发出来。当然，就算发挥不出全部实力，抵挡那金国国主一阵儿，却是绰绰有余的。能够阻挡一阵已经足够了。这黑白漩涡弥漫的如此之大，金国的那艘界外飞船早就退得远远的了，就只有金国国主还有那一开始施展黑白漩涡的那名女子还待在那儿。剑无双，我将这尊战魁交给你，接下来就靠你们的了。交给我吧。父亲，旭日见地，我们上。好。都1年过去了，星火界总算有所动作了。他们想做什么？难不成是想破阵？让我这大阵演变扩张了1年才动手破阵，是不是太晚了点？剑无双，上次你运气好，从本座的手中逃掉了，但是这一次你不会再有这样的运气了。马上就要到黑白漩涡的核心了，可那位金国国主竟然还不曾露面。别急，我已经找到位置了，一直盯着他。只要他一动，我会立即让火神魁出手，不会让他妨碍我们的。至于施展大阵那名女子，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界尊而已，我也有办法对付她。终于忍不住了，实力明显远强于我等，却想用偷袭的手段置我于死地，这位金国国主的手段真是不光彩。什么？哼！幽魂！不愧是银甲层次的火神魁，竟然占据上风。秦国国主已被火神魁纠缠住了，咱们赶紧动手。虽然你只是一个普通界尊，战力不强，应当影响不到我，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你在旁边待着好。溥仪，把他给拦下来，别让他影响到我们。若是可以，最好把他生擒。果然是想来破阵了，而且还拿出了足以跟金风大人抗衡的战魁。不过不管你们怎么努力，最终都只是白费功夫罢了。我的2大本尊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呢？我已经到了。我也是。很好，开始。这4人的位置，那是我这大阵最重要的4个部位，是整个大阵最重要的躯干所在。这4个部位连接的，便是我这大阵最核心的所在，相当于人的心脏。他们4个怎么会找到那4个部位去的？他们4人也构建了阵法，而且是合击阵法。他们肯定已经完全看穿了我这阵法，打算用合击剑阵一举破阵。糟糕，这清火界内竟然有人可以完全看穿我的阵法，是谁？到底是谁看穿的？不能让他们破解掉我的阵法，不然金风大人许诺的10倍报酬估计就泡汤了。什么？抱歉。旭日见地！混蛋！不！
死了吗？这令符可是我那位天才师兄给我的，蕴含着他的一击之力，能够死在我这位天才师兄的手里，你也值得自豪了。混蛋！我们走。逃不掉的。糟了，火元精快用尽了。2个呼吸。火神魁，给我死死缠住的金国国主。之前让你侥幸逃掉一次，现在你以为你还能再从本座手中逃掉第2次？爆！自爆！又让他逃了，这小子倒是真够狡猾的。清风大人，那剑无双的命可真够大的，金风大人2次出手，竟然都给他逃掉了。哼，九溪，你那刚刚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想到，这小小的清火界内，竟然有人能够将这不灭轮回大阵给彻底看穿了，还动用了合击剑阵，占据我这大阵最中央的4个部位，齐力攻击这大阵的死穴。幸好我刚刚反应快，及时动用了我师兄给的那枚令符，灭杀了他们其中1人，要不然这大阵怕是已经被他们给破了。哦，你对这不灭轮回大阵不是信心十足吗？怎么还会被人看穿呢？哼，还好这大阵没有被破去，不然本座花费这般代价请你来，恐怕就是白费力气了。金风大人尽管放心便是，清火界刚刚已经是拼死一搏了，连能够阻挡你的战魁都拿出来了，可结果却是无功而返。而接下来这清火界怕是没能力再组织第2次破阵了。也对，银甲层次的火神魁，这片战场上的宝物可真够多的，连这样的战魁都有。可是现在这些都归我了，这火神魁也是。完了，我清火界完了，没希望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次失利，责任在我。是我太小看布置大阵那名女子了。我原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界尊，有我手中的一尊媲美界尊层次巅峰战力的战魁去纠缠她，便已经足够。可谁曾想到她的身法那么高明，将我的战魁耍得团团转，更是在关键时刻出手，将旭日剑帝置于死地。是我太小看她了，都怪我。这件事是我们大家一同商议好才决定行动的，且一切的步骤之前都已经计划好了的。你只是按照计划在行事，虽说最终失利的，但却怪不到你的头上。对，换成任何一人，肯定也是跟无双公主你一样行事。这次失利，要怪只能怪咱们太小看那女子了。原以为他只是懂得阵法而已，却没想到他还有着那般的能耐。双儿，这次失利责任在大家，你无需太过自责。而且现在也不是你该自责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该追究是谁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国王，你追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那么久，眼界极高，你可有办法呀？我没办法。死战！就算我清火界注定毁灭，也绝对不能让金国太好过。
对，困兽犹斗，咱们便跟金国死战到底，跟他们拼了！真的只能做困兽之斗了。啊，大师兄，你找我？小师弟，赶紧出来！啊，怎么了？师尊来了！剑无双，你怎么了？诸位，我有事儿，先出去一趟。到底怎么回事？是我师尊，他亲自来了。你师尊？你师尊之前只是接到你的讯息，便传授了你破阵之法，而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咱们失败了，他却亲自赶了过来。难不成，他还有其他的破阵之法？或许那位阵法大师真的还有其他可以实现的破阵之法。走，我们一起去迎接。公主们这般着急是要去哪儿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公主的模样？似乎都有着一丝激动啊！对，是激动。难道是公主们想出了别的破阵之法？我清火界尚还有一线生机？很有可能，不然公主们绝不会这般激动的。师尊，玄一大师，起来吧。诸位也都请起吧，我可担不起诸位的大礼。那个人是谁啊？好大的面子！竟然让众多公主对他如此谦逊，甚至轮回殿主亲自为其引路。可他明明只是一个永恒境啊！永恒境又如何？我听说他可是无双公主的师尊，能够教出无双公主那样逆天的弟子，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而且他真正厉害的是对阵法的钻研，据说啊，比云公主都要高得多。像之前那破阵之法，便是出自他的手。只可惜我们太小瞧了对方，这才导致失败的。无双公主的师尊？哦，难怪。他现在亲自到来，应当是为了那不灭轮回大阵而来的。徒儿，你现在在剑道方面的成就如何了？弟子现在已经开辟出了2条最强剑道，与1条造化级别的剑道了，可惜一直找不到融合的途径。啊，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你开辟的3条剑道分别是哪3道？一条是归一剑道，万法归一，已经推演到了极致了，成就了最强剑道。一条是时空剑道，凌驾于速度之上，影响时空之力，也是最强剑道。还有一条则是阴阳剑道，阴阳2种力量结合，但可惜只是造化级别的剑道。哦，阴阳剑道。师尊，你今日前来，应该是为了那不灭轮回大阵吧？之前我传授你破阵之法，原以为凭此法你们可以将那不灭轮回大阵给解决掉的，可是没想到最后却失败了。如此，那我也只能亲自出面了。师尊之意是还有其他破阵之法了？不灭轮回大阵虽然是灭世大阵，可它的可怕之处是在它彻底形成且演变扩张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至于现在它却弱得很，而且这大阵也仅仅只是2种极端能量的持衡罢了，算不得太过高明的大阵。这破阵之法也是可以逐渐摸索出来的。走吧，我们先去瞧瞧那不灭轮回大阵。好。玄一大师，这边请。玄一大师，不灭轮回大阵就在那儿。还好，只扩张了上千万里，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这不灭轮回大阵扩张的范围越大，也就越稳定。其中10亿里范围属于初级阶段，过10亿里便是属于中等阶段。到了那个时候，凭清火界之力，还真没法将这大阵给破去。但现在，倒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就算师尊你能够想出别的破阵之法，可能火神魁已经落入那金国国主手中了。没有了纠缠住那金国国主的底牌，我们根本没法靠近的黑白漩涡。对。
金国国主那可是凌驾于界尊之上的巅峰强者，我可没能耐去面对他。不过，谁说破阵就一定要靠近那黑白漩涡的核心呢？我这就待在战争堡垒里面，将那不灭轮回大阵给破去就是。玄一大师，历来破解阵法必须是针对大阵核心，而这战争堡垒距离那漩涡足足10万里之远，如何破阵呢？不靠近法阵核心就无法破阵，谬论。玄一大师，你真有把握？有没有把握，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反正我又不需要你们帮我做些什么，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徒儿，师尊有何吩咐？为师之前不是赠予了你一幅山河设计图吗？借为师用用。山河设计图？师尊，我是否需要解除认主啊？解除认主？不用。你若是解除了这山河设计图的认主，那为师岂不是白忙活了？白忙活？别着急，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着便是。无双公主的师尊，这位玄一大师打算做什么？看他的样子，应当是想破阵。不过那大阵远在10万里之外啊，他不出去如何破阵？听说这位玄一大师是打算待在这战争堡垒内破阵。就在这战争堡垒内破阵？开什么玩笑啊！永恒镜，这清火界的人想做什么？那是什么？神宝？这是混沌神宝！哼，混沌神宝又如何？区区一个永恒镜，就算拥有混沌神宝，他也根本无法将混沌神宝的威能给挥出来。想要利用混沌神宝，我这不灭轮回大阵，更是痴人说梦。这是不好！金风大人，快毁掉这4只手！怎么可能？本座倒是不信了。天哪，这疯了吧？师尊，这是打算做什么呀？剑无双，你这位师尊，他不是在破阵。不是在破阵，那是在做什么？他是在练阵，他是想要将不灭轮回大阵硬生生给炼化了。练阵？这怎么可能呢？他不破阵，竟然选择直接练阵，这怎么敢呢？简直疯了呀！以练阵的方式来破阵，一个永恒镜，竟然妄图炼化我的不灭轮回大阵，这到底是哪来的疯子？不可能！这……师尊想将不灭轮回大阵拉入山河设计图内，然后炼化。可山河设计图虽然是混沌神宝，但想容纳这不灭轮回大阵，怕是也不容易。不对，错了，我们弄错了。弄错？我看到他在拉动的大阵，下意识地认为他是想要借助山河设计图将那大阵给彻底炼化。如此，他炼化了大阵，自然可以让大阵停止运行，这危机也就解除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这位师尊的魄力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大上无数倍啊！他不是在练阵，从头到尾都不是，他是在练气。练气？剑无双，你的山河设计图的确是混沌神宝，但却是破损的混沌神宝。的确是有些破损。
难道？没错，你的这位师尊，他施展莫大手段，强行将这不灭轮回大阵拉入山河设计图，便是为了用这不灭轮回大阵来弥补山河设计图破损位置。他这是在练气，他在修复山河设计图。怪物，谢无双，你的这位师尊绝对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怪物，且他也绝不可能是清火界之人，他必然是来自万古混沌世界。若是真是在清火界出生之人，哪怕天赋再高，也绝不可能在炼气、阵法方面的造诣高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这种地步，就算是跟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一顶尖层次媲美的阵法大师，怕是都没有资格具备的。你的师尊绝对是一位真正的炼气大师，阵法大能。炼气大能，阵法大能。不过，你师尊虽然拥有通天手段，但他现在的境界的确只是永恒境了。他的力量威能也仅只是永恒境层次的。永恒境施展那样的惊天手段，他如何承受得住啊？师尊，果然，他不仅以自身灵力，还有其生命力，耗费其一切代价，才施展这种手段。这通天手段，最终就算能成，你的师尊也必将陨落。必将陨落？徒儿，为师马上就要消失了，在消失之前，为师最后再送你一场造化。师尊，你什么都不用说，抓紧时间，按照为师所说的去做。是。徒儿，为师之前不让你解除山河设计图的认主，就是为了现在。你现在依旧掌控着山河设计图，且通过山河设计图，你现在应当是可以感应到那不灭轮回大阵的本质。这不灭轮回大阵的本质对你而言，就是一场巨大的造化。好好看着，好好钻研感悟。为师千辛万苦替你创造的机会，也是替清火界所创造的一线生机。你务必要好好珍惜。清火界能否真正度过这次劫难，便在你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那两种力量，好熟悉的感觉。这是至阳与至阴两种极端力量。至阴与至阳两种极端力量结合，这跟我开辟出来的阴阳剑道一模一样，的确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这大阵当中的至阳至阴两种力量结合之后，还形成了循环，形成了平衡，造就了一种无比奇特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轮回。明白了，终于明白了。阴阳两种极端力量完美结合之后，便是演变轮回。阴阳剑道演变到极致后，是轮回剑道。轮回剑道，轮回剑道。金风大人，快想想办法阻止他！哼，这大阵是你施展出来的，你都没法阻止，本座又有什么办法？看现在这情形，这不灭轮回大阵是靠不住了。这些清火界的蝼蚁们倒真够顽强的。既然无法一口气将他们全部灭杀，那就先将这清火界抹除掉。至于残存的那些强者，就让他们躲在那战争堡垒内，等以后本座再慢慢的收拾。最终决战终于要来了吗？战！战！战！云公主，我清火界的那些种子都准备好了吗？都已经准备好了。从太虚大陆、轮回大陆各方势力族群、国度以及独行强者中挑选了足足100万名优秀弟子，都已安置妥当。就在我清火宫这片战场掌控的一处特殊之地内，那特殊之地与战争堡垒空间相通，已经打开了，随时可以让那些弟子来到战争堡垒内。100万？云公主，这些后备弟子便交给你了。这一战，若我方阵营胜，那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可若是我方战败，清火界必亡，我等众多高层也必将全部战死。而接下来，你便精心调教这些后辈弟子，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凭借着战争堡垒，与金国继续争斗，让金国继续承受我清火界的怒火。纵然是困兽之斗，我清火界也必要让金国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在这片战场上不得安宁。要让我清火界的怨恨绝不停歇地泄到金国那些强者的身上。明白。我这里有2枚丹药，这丹药名为血火神丹，是很早之前我清火宫从这片战场上得到的，一共得到过4枚。500万年前，我清火界便与金国爆发过激战。那一战，金国国主引魂的意识分身降临，当时我清火界无人能敌。而到最后，我清火界之所以能够取胜，灭掉金国国主的那一意识分身，便是因为当时有清火宫的2位公主分别服下了1枚血火神丹。这血火神丹是燃烧自身修为、燃烧自身生命、舍死一搏的丹药。当然，它也可以让其在短时间爆发出远强于本身的力量。现在这血火神丹还剩下2枚，我会服下其中1枚，不知谁想要服用剩下1枚？怎么，你们2位莫非要跟我抢这枚丹药？老夫的潜力早就耗尽，这一辈子注定无法踏足金国国主那一至高层次。可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一机会摆在面前，虽然只是短短片刻，但老夫又岂会放弃？我也活够了，在死之前，若是能够再体验一把实力暴增的感觉，那也不错。时间不等人，你们3位也别争了。虚空，你跟我一样活得最久，且实力也比较其他几位要略强几分。这血火神丹，便你我1人1枚，这样也能够给金国最大程度的伤害。当然。虚空，待会儿我吞服血火神丹，会尽可能的拖住金国国主，而你吞服血火神丹后，则是尽可能的去诛杀金国的强者。至于其他的诸位，也尽可能的拖延时间。我们必须拖到剑无双醒来。轮回殿主，金国的强者马上就要绕过战争堡垒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最后疯狂一把吧！清火界所属，我们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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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竟然还敢出来！早知如此，本座就没必要这般麻烦了。杀光他们！哼！我砸死你，都该死！什么？